上一讲谈到，会末朝鲜28万人申请归附汉帝国，武帝欣然笑纳，在会末朝鲜原地设置沧海郡。为了实现有效管理，不得不开始了大规模的官道基建工程，导致燕齐两地民怨沸腾。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看，会末朝鲜归附与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结果为了这些蛮夷，自己还要出钱出力，真是何苦来哉？对于国家财政而言，打匈奴需要高昂的成本，开通西南夷一样需要高昂的成本。突然又来了一个会末朝鲜，虽然是开疆拓土的美事，但毕竟吃不消了。所以我们不难想见，反对意见马上就会一浪高过一浪。同一年里，鲁王刘虞、长沙王刘发过世，这两个人和武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。他们虽然贵为诸侯王，但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约等于零。这是一个血缘贵族衰落、平民精英崛起的时代。马上就有3位底层出身的知识精英，其人主府偃、延安和赵人徐乐保长安来上书言事，陡然间平步青云，大放异彩。这3人里最突出的是主府偃，他是齐地临淄人，原本学的是纵横家的学问，一把年纪之后才开始学习儒家的周易、春秋和诸子百家的学说。这就是说他的学术很杂，儒学底色很浅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齐地儒生都很嫌弃他，使他在齐地无法容身。按说被儒学圈子排挤不算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大不了换个赛道就是了。但武帝执政这么多年，意识形态明确指向儒学，主府偃没有别的赛道可换了。按说这也不是大事，大不了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但偏偏主府偃家里太穷，人缘又差，借钱都借不到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知识改变命运。于是主府偃北游燕、赵、中山，到处碰运气，结果是到处碰钉子。到了武帝元光年间，主府偃打定主意离开关东地区，西入函谷关，拜访卫青。卫青倒是替他向武帝美言过好几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武帝始终都没有召见过他。主府偃就这么干等着，人等得起，盘缠等不起。时间一久，他就又开始招大家讨厌了。我们可以推测，主府偃之所以总是招大家讨厌，应该是因为太穷了，只能蹭吃蹭喝，卖家借钱，借了钱从来都还不上。这段充满了细节的记载出自《史记·平清侯主府列传》，被司马光删节的只剩下一句话。史记的记载虽然无关于资治，却可以让我们从2个细节窥探当时的社会风貌。第一个细节是，主府偃既然并没有被编户齐民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，他可以到处游历，成为韩非所描述的5度之一，是个只会耗费社会资源却不是生产的社会蛀虫。如果韩政府采取严格的商鞅主义政策，主府偃是没机会到处流窜的。第二个细节是，主府偃既然千里迢迢去见卫青，按说应该是投奔到卫青的门下，做了卫青的门客。而既然做了门客，就该由卫青负责他的衣食住行，就像当年孟尝君、春申君那样，主府偃大可以赖在卫青府上一辈子，怎么都不至于盘缠耗尽，到处讨人钱吧。看得出来，当时门客群体生存状态已经不能和战国4公子时代同日而语了。前面讲过的任安和田仁也在卫青门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总之，这时候的主府偃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人被逼到这个份上，索性孤注一掷。主府偃于是直接到了皇宫大门口上书武帝。这又是一个值得留心的细节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就算征召天下贤才，但贤才们并不会直接来给皇帝上书自荐，而是经过高级官员或者诸侯王的推荐。全社会的默认直视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人才是要被请出来的，否则就是失礼。人才如果越过推荐环节，毛遂自荐，这叫自美臭不要脸，和自由恋爱是一个性质。
正经的婚姻需要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正经的人才上位必须有大人物的推荐。主府偃本来是要走正经的大人物推荐路线，只是被逼的没办法，终于够其跳江了。而事情的另一面是，正经的人才上位路线虽然需要大人物的推荐，但皇帝并没有把言论通道弄断。老百姓如果对政策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想法，是有渠道直接给皇帝上书的。问题是，上书自荐这个渠道虽然存在，但要脸的人不会走这条路。古代中国著名的家训里边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专门叮嘱过这个问题，话说的特别难听，说上书颜氏的人属于假诚以求位，欲言以甘露，意思是说这些货色把忠心和言语当成商品，像小贩一样贩卖，为的是换取高官厚禄。史书之所以记载这些人物，就是拿他们来当反面教员的。凡是有水平、有节操的人，通通耻于做这种勾当。颜之推生活在汉朝之后的南北朝的时代，要等到他死后，科举制才开始兴起。而即便在科举制兴起之后，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不要脸的自媚行为。当我们理解了这种观念背景，就该知道主府偃当时上书颜氏是顶着多大的压力的。那么皇帝接收这些上书会不会也有压力呢？倒也不会，因为当时的文盲率很高，所以皇帝倒也不用担心每天收到几千几万份的意见书和投诉信。但是皇帝是不是每封信都能看到，是不是都能及时看到，看到之后会不会重视，这就很有运气成分了。而被命运捉弄了大半辈子的主府偃，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好运气。早晨上书，当天傍晚就被武帝召见。主府偃的上书当中一共讲了9件事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是这样说的：所言9事，其8事为律令，1事剑伐匈奴。这话说得很有歧义，如果唯字读平声，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主府偃一共讲了9件事，其中有8件都被采纳写进了律令条文，剩下哪一件是劝阻武帝伐匈奴的？如果昧字读仄声，那么句意就变成了主府偃一共讲了9件事，其中有8件都是关于律令的，1件是劝阻武帝伐匈奴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边就没有把话说清楚，后人呢自然各有各的理解。但无论如何，所言9事，其8事为律令，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文化语码。我们可以看宋朝学者黄庭坚的一首绝句：桃李无言一再风，黄鹂为剑律匆匆。人言9事8没律，唐有江船无欲动。诗句说的是自己在寺院里一觉醒来，风是和风，景是美景，不觉陶醉了，任凭别人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，言出法随好了，我反正要躺平享受生活去了。当时苏轼正在遭受谏官们的攻击，不得不申请离开京城，到麦地做官。黄庭坚作为苏门4学士之一，处境也很不利。话说回来，主府偃上书谈了9个议题，很可能每个议题都有一篇文章，一共9篇。但史料呢，只收录由主府偃没有被采纳的那一篇，议题就是劝武帝不要再打匈奴了。这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今天呢，已经不得而知了。文章的内容被《资治通鉴》几乎全篇照录了，后人还给他拟了题目，叫做上书剑伐匈奴。论调其实只是老生常谈，说匈奴人和禽兽无异，就算打败了他们，人没法驯化，只能杀光；土地没法种粮食，只能闲置。总而言之，成本巨大，但收益约等于0。而成本这么大，国内必然的不会安定了，权臣一定会伺机作乱。看看秦朝的教训，打匈奴打得那么卖力，最后国家权柄被章邯和赵拓这2个人给瓜分了，何苦来哉呀？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内容是这样的：秦始皇刚愎自用，派蒙恬开辟千里版图，以黄河为界，
但当地全是盐碱地，什么庄稼都长不出来。秦政府又发动天下丁难去驻守河套地区，10几年中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但始终没能越过黄河，再做一丁点的突破。这段话当然还是老生常谈，但为什么说它重要呢？因为等到元朔2年，主府偃竟然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提案，将来的事实还会证明，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在汉帝国北伐匈奴的大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完全不像主府偃讲的那样。和主府偃同时，徐乐、延安也在上书言事。延安的议题严格来说有2个，一是关注贫富差距，说奢靡之风一起，人们就会抛弃农业去搞工商业，而工商业要想赚钱，为富就必须不仁，所以违法犯罪的事情数不胜数，朝廷必须赶紧立法遏制这种趋势。二是反战，说现在汉帝国向4面8方开疆拓土，小心别重蹈秦帝国的覆辙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开疆拓土、建立奇功，这是臣子之力，不是国家之力。徐乐的议题是土崩和瓦解的关系，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，而不在于瓦解。秦末的情况就是土崩，我们可以借助雪崩来理解。雪崩之前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端倪，可能就是一片特别不起眼的雪花落下来，触发了连锁反应，就发生了雪崩。齐国之乱的情况属于瓦解，虽然看上去来势汹汹，但因为国家的基础没坏，掀翻的瓦片触发不了连锁反应，该修补的修补，该重铺的重铺，并不很难，所以叛乱很快就被粉碎掉了。这是国家安危的底层逻辑，皇帝必须想明白。如今关东地区连年欠收，政府非但没有减免赋税，反而又把边境战争的负担加在了百姓身上，这已经露出了土崩的迹象了。徐乐这份上书给我们创造了土崩瓦解这个成语，只不过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，已经不会区分何谓土崩，何谓瓦解了。以上3个人3篇文章共同点就是反战，给开疆拓土的大好形势泼冷水。那么他们的话早在理呢，武帝又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